坤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。不久前，他母亲这一脉在权力斗争中输掉了，导致全家遭到流放。他们失势的原因很简单，只因为自己的亲姐姐在极黑的公主选拔中落选了，而聪明的他当时竟然没有帮助亲姐姐，反而成功让他的表姐玛利亚当上公主，所以坤会落得如此下场，也不免被人说是活该。如今他们已经失去家族的保护伞，在灯塔前，母亲要他铭记，不能示弱，不能相信任何人，只能相信自己，否则他们没有活路。坤一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底。母亲的声音逐渐远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测试房间内不时传出的选别人员的惨叫声。看来这次的测试似乎有可能会死。坤听着一阵又一阵的惨叫声，对这次的测试线索毫无头绪。我知道提示。一只无皮怪主动凑向他们，并表示愿意告诉他们测试的提示。坤不相信有这种好事。无皮怪接着说道，这次的测试其实已经给了提示，那就是时间。根据观察，基本上5分钟内通过测试的都没有发出惨叫声，所以只要在5分钟内完成测试就能够通过。虽然这是个不错的提示，但坤没有愉快的收下，更没有感谢无皮怪的贡献。他觉得无皮怪之所以会告诉他们提示，并不是想要帮助他们，而是为了利用他们验证自己的假设。他们走进考场后，看见了12道门，坐在正中央的那位就是测试总监刘涵成。这次的测试内容是，只要在10分钟内打开正确的门，就算通过。开门的机会只有一次，开错就会死亡。那么线索呢？刘涵成表示，线索已经给过了。测试正式开始，可是他们对柳寒成口中的线索毫无头绪。明明柳寒成也没向他们透露什么。坤在慌乱中让自己先把头脑冷静下来，一一分析他所知道的事情。他望向时钟，或许那个线索跟时钟有关，因为塔内的选别人员根本不需要用到时钟，要看时间的话用锦囊就可以了。啊，时间！说到时间，坤又想起了无皮怪的那番话。难道测试在5分钟内完成就可以通过了吗？不行，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坤提醒自己不能再重蹈覆辙，他必须靠自己找出正确的答案。时间越来越接近5分钟了，坤依然想不出一个所以然。哐当，鳄鱼随便踢开了一扇门。鳄鱼的想法是，反正都要猜的，就随便猜一个咯。啊，就因为这种理由吗？坤心想，完蛋了。此时柳寒成拍手恭喜他们已经通过测试了。通过测试的条件是5分钟内打开任何一扇门出去，所以坤队自然是合格了。坤无法认同，这到底是什么破测试，连线索都不给，到底有什么好考验的啊？有啊，考验信任。柳寒成表示线索早就给过了，就是无皮怪的那番话，只不过坤遭遇过背叛，不愿意相信别人的话而已。只要没有十足把握，就不会行动，这就是坤这次失败的原因。多亏他选了一个能毫不犹豫打开门，以及能信任别人的同伴，这才救了他一命。切，坤一脸不屑。刘汉成送他们离开的时候贴了一嘴，你带的手提包看起来很重啊。坤没有理他。在接下来的测试里，其他选别人员也凭着各自的本事通关，有的依靠呵呵呵呵神找到了正确的大门，有的因为睡觉被吵醒觉得很难过，断定这里是一个无法好好睡觉的地方，然后在队友的逼迫下随便选了一道门出去。医术组则是成功找到所有线索，推理出正确答案，通过测试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考场来了一批不得了的新人，他们在第一轮测试里把选别人员都杀光了，最后合格的人只剩下3人，其中包括雷哈尔。出了这么大的问题，测试官昆特难辞其咎。昆特承认自己贪刺激，擅自把第一轮的测试规则改为限时30分钟的大逃杀。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，200名选别人员中，最后就只剩下3人了。刘汉成觉得这太扯了，难道那3人里有极黑的公主还是非选别人员吗？昆特回答，这个2个都有。刘汉成听到这里已经开始头痛了，要是被伊凡克尔知道的话，他们恐怕都要脑袋搬家。刘汉成只能试着想办法把这事掩盖过去。随后他拨通雷诺洛的电话。第3轮测试刚结束，坤发现在这里通过的人比预想的多啊。石一树在这里看到了叶，感到很是亲切，因为在这里像他们一样的普通人真的很少见了。
这时雷诺洛走了出来，他刚接到刘涵成的电话，决定在下一轮测试前给选别人员举行一场奖励赛。选别人员可以选择不参赛，不过奖励赛的获胜者可以得到通过本层所有测试的权限，而且输了也不会有惩罚。值得一试，这个奖励赛是王冠比赛，一共有5局，每一局最多可以有5支队伍同时参加，限时10分钟。不过如果5分钟内抢到王冠的话，就算胜利。抢到王冠的队伍必须选一个代表坐在王座上，不能离开，离开就算落败。赢的队伍就继续参加下一局，守住王冠，直到第5局结束后还坐在王冠上的那一队就是比赛的最终获胜者。想要出战的选别人员可以按旁边的按钮。虽然这个规则对先出战的选别人员比较不利，但雷诺洛提醒他们，如果前面一直不出战的话，恐怕到后面大家一拥而上的时候就很难抢到机会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第1局是艺术队选择出场，他们想着反正自己的小队是这里最强的，撑个4-5局都没问题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他们单凭安纳克一人就可以将另外一支队伍吊起来打。他以那怪异的武器压制全场，而且即使他被打中，痛的也是别人的拳头，身体素质很不一般。于是他们的对手决定直接抢夺王冠，可速度上还是输给了安纳克。安纳克刮起大范围攻击，终结比赛。徐艺术对他的表现很是满意，来吧，王冠给我，你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去打了。不要！安纳克随即戴上王冠，拒绝了石一树。石一树看得目瞪口呆，他想让安纳克交出王冠，可是即便他愿意，规则也不允许换人了。更何况安纳克也一脸不情愿啊。石一树感到甚是绝望，觉得他们的王冠要守不住了。哈池鼓励他不要担心，只要用他的杀人武术和自己的剑术，一定可以保住王冠的。一树顿时不难过了，你相信杀人武术？当然，我们是队友啊。他没想到自己瞎掰的话也有人信。第2局随即开始，鳄鱼已经按耐不住了，可是坤立刻阻止他，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机，再等等吧。这次新加入的只有2支队伍，其中一支负责对付医术，他们看起来实力普普通通，而且队里的睡虫还在睡觉。另一边负责对付哈池的则是平均水平比较高的队伍，不过就他们这点能耐来说，也还是不够哈池练手。你们一起上吧。画面回到医术，他也不落下风，正在用杀人武术拳打大妈。喂，这么没风度的吗？诶，这里可是战场。医术的表情有点得瑟，不过大妈和队友已经渐渐熟悉医术的节奏了。以医术的实力来看，他顶多也只能是普通人，2个普通人打1个普通人，没有输的道理。医术被逮住了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哈池过来救场，他那边的战斗已经结束，可是医术这边怎么只有2名对手啊？他缓缓拔刀，想要教训洛雷，不战斗就给我滚出去。事实正好相反，这一局其实是洛雷主动提议出场的。他推断进攻队伍的优势最多只到第3局，因为到了第4、5局的时候，参加的队伍会开始变多，那时候贸然挑战防守队伍的话，说不定会给其他队伍创造机会夺走王冠。所以在那种情况下，大家不得不优先排除其他进攻队伍，再去挑战防守队伍。这么来看，越到后面要抢夺王冠的难度就越高。所以洛雷建议他们在第2、3局的时候出击。其实坤也想到了这一点，不过很可惜，坐在王座上的是安纳克，他们没有能够对付安纳克的杀招，所以暂不出场。跟坤不一样，洛雷是播道士，能够操纵神水，他有信心对付安纳克。他朝安纳克释放出巨量神水，睡得正香的安纳克不得不起身躲避攻击。安纳克的起床气十分严重，他启动武器的力量朝洛雷挥去。他放话给洛雷队，他要在王座上把他们所有人给杀了。随后武器自我分裂，攻击范围覆盖了全场。洛雷队已经顾不上攻击，只能躲避。坤看到这力量后果断弃权，因为安纳克和他的武器实在是强到犯规。此时不知道为什么黑山月疯狂抖动，像是跟安纳克的武器产生了共鸣。安纳克突然停止攻击，他感知到附近有13月的存在。大妈趁安纳克不注意，拼命把洛雷往回拽到休息室里的同时，他们也被宣布失去了参赛资格。这一局安纳克保住了王冠，可是他发现了更感兴趣的东西。他冲进叶的休息室，让叶把黑山月交出来。
他觉得叶根本不配拥有黑山月，因为那可是名将阿切尔·爱德华鲁打造的13月系列里其中一把武器。他会知道这些，是因为他手中拿着的正是同系列里的绿四月，而他自己则是极黑的公主。即便如此，叶依然不愿意交出黑山月。安娜克举起武器想要来硬的，可是雷诺洛不允许他在自己的地盘乱来。安娜克随即换个思路，他想要跟叶打个赌，赌注是黑三月跟绿四月，只要叶能够在奖励赛中获胜，那么绿四月就归他，输了的话黑三月就交出来。叶当然也可以拒绝打赌，那么安娜克就会在比赛结束后杀了叶，夺走黑三月。叶非常纠结，用打赌的方式解决确实比较好，可是叶不想将鲲和鳄鱼给卷进来。安娜克问叶，干嘛那么犹豫啊？该不会是没有赢的信心吧？可以理解的啊，和那些弱者在同一队是比较难赢的。安娜克这话挑起了鲲和鳄鱼的胜负欲，鲲可容不得被人这么呛，他立刻代替叶接受了赌注，反正他本来就打算下一场出战。这场比赛没有他们怎么会好看呢？第3局正式开始，包括鲲的队伍在内，总共4支队伍参加了。他们不约而同地冲向王座上的王冠，可是突然一阵强风袭向王座，进攻队伍们不得做出防守的架势。等空气安静下来的时候，鲲已经站在王座前，手拿王冠了。他做事要戴上王冠结束游戏，可是他又觉得这样结束太无聊了。他把王冠塞进手提包里，让竞争者想要的话过来抢啊！抵挡一轮攻击之后，鲲又把王冠扔了出去。他又改变想法了，还是让竞争者们自己抢个够吧。他们3支队伍玩命争夺，但谁也没抢到。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叶已经坐在王座上了，而鲲的手中也拿着另一个王冠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大家看着2个王冠，一脸茫然。鲲把真正的王冠给了叶。你们还不知道这什么状况吗？被扔出去的那个王冠是假的。鲲的手提包拥有复制功能，假的王冠要多少有多少。假王冠只是用来转移大家的注意力，给叶争取时间坐到王座上。因为鲲需要战斗，不能自己戴上王冠。在休息室内观战的医术已经看透了鲲的把戏，场内的选别人员却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竟是小丑。小松鼠立刻号召大家优先集火将鲲给干掉。鳄鱼不允许他们动自己的猎物，他一发长枪把9名选别人员反杀了。雷诺洛宣布本局由鲲队胜出。结束后，鲲取下头巾将头发绑起来。第4局的进攻队伍已加入，鳄鱼看起来干劲满满，可是鲲却教他什么也不用做，只需要休息就好，因为下一局会出现很多强敌。眼看进攻队伍开始讨论合作，叶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不要紧吗？”鲲依然毫无紧张感。没多久，一支进攻队伍遭到另一支队伍攻击，并且很快就被灭团了。于是那支搞事的队伍成了全场公敌。就像鲲说的那样，他们这一局不用出手。他问叶还记不记得第1轮测试，当时大家都想着靠杀人缩减人数，只有鲲在寻找同伴，而这3位搞事的竞争者就是他当时找到的同伴。他把他们藏进手提包里，保证这样一定能够帮他们通过测试。但是第3轮测试的时候被柳寒城发现了，所以才把他们放出来。那时候鲲就跟他们做了一个约定，只要他把头巾取下来绑在头上，那么就是需要他们支援的时候了。他们按照约定出来清场后，乖乖回到了休息室。接下来鲲队只要撑过这一局，就将获得最终胜利。这一局里大多数竞争者的实力鲲都还算了解，只有之前没见过的从另一个测试场过来的雷哈尔队让他比较在意。这时一名紧身衣女子出手了，但她没有直接攻击鲲队，反而攻击身边离他比较近的队伍，一棒一个小朋友，而且还棒棒见血。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也是鲲请来的打手时，他又转而攻向鲲队。他像是练过瑜伽一样，身段十分柔软，身法也很灵敏。他越过鳄鱼冲着叶去，鲲没料到鳄鱼会挡不住这位紧身衣女子，没来得及防守，倒是雷哈尔的队友安德罗西出手保护了叶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鲲可不记得自己还有别的同伴。目前的情况是，鲲和鳄鱼各自负责一名紧身衣女子的队友，而雷哈尔队没有向他们发起攻击，反而悄悄告诉叶不要担心，不会夺走你的王冠。叶认得这声音，他不停呼喊：“雷哈尔，是你吗？雷哈尔！”可是任由叶怎么呼唤，雷哈尔始终都没有回应。
随着一个魁梧的身躯挡在他们中间，叶才笑停了。坤看着正在倒数的锦囊，心想这次的获胜队伍必定是他们了。可是紧身衣女子依然不死心，她翻过恶灵，却没有攻击叶，反而在一瞬间转移目标，对雷哈尔发起攻击，而且像是要对他下死手。为了保护雷哈尔，叶顾不得王冠，他拾起黑三月跳离王座，替雷哈尔挨了重重的一棒子。这时坤队已经被淘汰了，可是紧身衣女子却还想继续攻击。叶迫切的想要保护雷哈尔，不自觉间爆发了一股庞大的金色神水，让紧身衣女子受了伤，她跪倒在地，而叶失控的拾起黑三月想要砍向她。突然间时间被停止了，黑三月的魂再次出现，制止了叶，让他暂时沉睡过去。另一边，尤利还在寻找通往第2层测试层的路，这里的路太复杂了，尤利只好找人过来帮忙探路。伊文吐槽道，尤利带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是有想要和伊凡克尔打一架的想法吗？尤利小姐。探完路之后，一个小女孩哒哒哒跑回来跟尤利报告，5条岔路里有3条被堵住了，其中第3条的路线最快，但是里面挤满了产卵的铁甲鳗鱼，建议走第5条路比较好。铁甲鳗鱼怎么了？处理几条鱼又不费时。克鲁丹被尤利这番话震惊到了。尤利姐，您真的是高手吗？处理几条鱼是不费时，但是铁甲鳗鱼专门去神水浓度高的地方产卵，那种地方会限制行动诶。尤利一脸不屑地说，限制行动？你就这点程度啊？克鲁丹瞪大了眼睛，他好说歹说也是被称为塔里最强代表的神树人啊。他信誓旦旦地说，如果您能遇到在产卵期铁甲鳗鱼所在的神水里还能照常行动的家伙，那把我的神树给他都行。这时候尤利已经想到这棵神树的新主人了，因为不久前叶就在那种高密度的神水里跟白铁甲鳗鱼战斗过。尤利顿时得意起来，不愧是他看中的人。雷诺洛向柳寒城报告，王冠比赛无人获胜，毕竟王冠都被销毁了。除此之外，他其实还有一事想问，他不明白柳寒城举行奖励赛的真正目的是什么。照理来说，这个奖励赛是为了掩盖昆特所犯的错误，趁伊凡克尔发现雷哈尔队之前，尽快把他们送到下一层。这么说的话，雷哈尔队应该会拼命抢夺王冠才对。可是相反，他们却对王冠不感兴趣，而且按照海顿设下的规定，认识的人不能同时接受测试。柳寒城却又把叶和雷哈尔安排到一起。柳寒城反问雷诺洛，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选别人员聚到一起测试？雷诺洛以为这是为了鉴别选别人员是否有上塔的资质。 No， 柳寒城不认同，他有另一套见解。他觉得他们具有的力量都太危险了，而他们进塔是为了得到各自想要的东西。不过万一他们想要的是希望世界毁灭之类的愿望呢？这就很可怕了。所以柳寒城觉得测试不是为了挑出出色的人，而是为了挑出威胁塔的人。在他看来，现在这批人里面就有一个人的力量很危险。他问雷诺洛，现在那人是不是也因为他派去的人而被淘汰了呢？雷诺洛没有说话，他喝完咖啡准备离开。他还有一个疑问，他问柳寒城有没有见过既不是出身于名门贵族，也没有和管理者签约，却可以操纵神水的人。柳寒城表示没见过，这违背了塔的规则，听说只有非选别人员才能办到，比如乌雷克马奇努。雷诺洛细细回想，他觉得与其说是操纵神水，不如说这神水仿佛有自己的意识，攻击了紧身衣女子。这让他更加确信叶确实是会给塔带来威胁的人物。叶休息了3天还是没有醒过来，坤开始有些担心了。如果叶没有赶上明天的测试，那恐怕要失去测试资格了。此时雷哈尔特意前来登门拜访，他有事情想要拜托坤帮忙。